吉默克第一代的 780M 核显小主机，塑料机身，没有 Oclink 接口，就是这台便宜的只需要1699元的 K6 仍然在热卖。第二代的 780M 核显小主机换成了镜面顶盖金属机身，也有了前置 Oclink， 成就了超级大满贯接口 K11 的 8945HS 和 K8 Plus 8845HS 共用同一个外形。而第三代的 780M 核显小主机采用了全新设计的外形，后置 Oclink 接口，可拆卸铝合金支架，无疑是更引人注目了。大家好，我是老白，今天给大家介绍装置了 AMD Ryzen 7 H255 CPU 的高性能迷你电脑吉默克 K12。直接来看 H255 和 8745HS 的对比， CPU 睿频一样都是 4.9 赫兹，基础频率都是 3.8 赫兹，都没有鸡肋的 NPU， 它们实际上是完全一样的。这里是3代不同的吉默克 780M 核显小主机，它们在目前的市场上还同时在售。那么大家更喜欢哪一代的吉默克小主机的外形呢？吉默克 K12 装置 AMD Ryzen 7 H255 8核16线程的标压移动 CPU， 内置 Radeon 780M 核显 ，DDR5 内存5600兆赫兹，3M.2 PCIe 4.0 NVMe 接口，视频显示输出，双 2.5G 网卡加 WiFi 6E， 后置 Oclink 接口。打开来看一下，主机和配件都在这儿了，电源线、HDMI 线缆、显示器背架和螺丝，说明书。这小电源19伏 6.32 安，一共120瓦的功率。拿起小主机，外罩金属支架，黑色塑料机身，左下角是吉默克英文 logo。机身接口，前面板，电源开关键， USB 2.0 接口，双 USB 3.2 进 2A 口，能够 PD 和 DP 显示信号一线通的 Type-C 接口，前置耳麦口。后面板19伏电源接口，后置音频接口，满血的 HDMI 2.1 接口，能够 PD 和 DP 显示信号一线通的 USB 4 接口， DP 1.4 接口，后置 Oclink 接口， USB 2.0 接口， USB 3.2 和进 2A 口，双 2.5G 网络接口，这接口忒多了。底部和后部都有通风口。徒手取下3颗铰链后，很容易卸下金属支架。看得更清楚了，顶部这里是一个大风扇，用来给内存和 SSD 散热。底部这里还有一个涡轮风扇。接着卸下两侧4颗螺丝，提起上顶盖的机身，我们来看看内部都有哪些接口。右边这是系统大风扇了，双通道 DDR5 内存5600兆赫兹，一组2280的 PCIe 4.0 X4 的 NVMe SSD， 旁边空置的是2组 PCIe 4.0 X2 的 NVMe 接口，一共3组 NVMe 接口。取下 NVMe SSD， 这里是 WiFi 6E 无线网卡。进入 BIOS， 首页显示是 32G DDR5 5600兆赫兹内存，首页就可以设置性能释放，有安静模式45瓦，平衡模式54瓦，性能模式65瓦。我们设置性能模式65瓦来进行本次的测试。这里可以设置核显专用显存大小，最大 16G。稳定性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我们打开 i64 跑 FPU 单考的压力测试， CPU 功耗一开始就一条直线跑在65瓦，此时整机功耗跑在97瓦左右， CPU 频率运行在 4.3 赫兹，在单考的1小时09分钟内， CPU 功耗一直保持65瓦，室温25度的情况下， CPU 温度最高上升到85度， SSD 温度最高上升到50度，这散热非常强啊。
我们首先使用极摩克 K12 主机的 Ryzen 7 H255 来转码，看看实际效能如何。最后结果是10分01秒，共计601秒。601秒的成绩算很好的，超过了极摩克自家的第二代 K8 Plus 的 8845HS 和第一代 K6 7840HS。CPU Z 多线程 7202.9， 单线程 680.2， 多线程成绩比自家的 8845HS 和 7840HS 都强，但比不过 K11 的 8945HS。Geekbench 5多核12280，单核1916，多核成绩仍然超过了 K8 Plus 和 K6， 比 K11 就差那么一点点。Geekbench 6多核12920，单核2568，多核成绩和自家的 8845HS、7840HS 差不多。Cinebench 223多核17075，单核1697，多核成绩上了17000分，超过了自家的 8845HS 和 7840HS。Cinebench 2024多核979，单核103，多核成绩仅仅比自家的 K11 稍差，超过了 K8 Plus 和 K6。Passmark 多线程32048，单线程3883，多线程超过了 K6 7840HS。综合来看，目前这台极摩克 K12 H255 CPU 多线程性能在 780M 核线中靠前，比自家的 8845HS 和 7840HS 都强。这只炮娱乐大师总分1524443， CPU 得分946,647。我们还给这台 H255 运行了 OpenDouble 测试 ，AES 929,019， XX20 329,075， CoreMark 504,784。在 CoreMark 成绩上了50万分，算很不错的成绩，再次超过了 K8 Plus 的 8845HS 和 K6 的 7840HS， 稍低于 K11 的 8945HS。接着玩游戏，地平线5 1080P 高画质，不开抗锯齿，普通场景80多到90帧，复杂场景70多帧，很不错啊。转向。地平线4 1080P 超高画质，开了2倍抗锯齿，80帧左右。英雄联盟 4K 中画质，最后大团战平均90多帧。原神 1080P 高画质，跑起来战斗起来稳稳60帧。赛博朋克2077 1080P 低画质，没开光追，开了 FSR 2.1， 跑性能测试只有50帧。黑神话：悟空是用游戏中的性能测试工具 1080P 自定义画质，超采开到50，开启真生成，最后结果是平均63帧每秒。实战一下。
这就是 Radeon 780M 核显带给我们的游戏体验。先来看一下游戏时的温度情况 ，CPU 最高 88.8 度 ，SSD 最高50度，内存做显存最高温度 54.8 度，这散热非常好。看一下 3D Mark 图形得分 ，TimeSpy 2929，Firestreak 8463，Still Light 20.63 FPS， 稳定度 99.2%。我们把 3D Mark 的数据做成图表 ，H255 的各项成绩不如板在7500兆赫兹的内存的友商，但和自家的 8845HS、7840HS 差不多。要知道，相比它们 ，H255 的核显频率少了 0.1 G 赫兹。跑 Llama 3.1 8B 大模型还是贪吃蛇编程，跑到了 14.34 token 每秒，没有 NPU 的 8745HS 和 H255。反倒跑在了 780M 核显的前列。显示接口输出 HDMI 接口最高支持 4K 144赫兹8位 RGB 显示信号输出 ，USB 4和 Type-C 还有 DP 接口输出 DP 信号，最高支持 4K 144赫兹10比特 RGB 显示信号输出。我们这台显示器支持 DP 接口超频到160赫兹，超频后 USB 4和 DP 接口能够支持 4K 160赫兹的10位 RGB 显示信号输出。索尼 OLED 电视连接 HDMI 线缆，小主机能够输出 4K 120赫兹10位 YSBCR 444的非压缩信号。Radeon 780M 核显的视频解码能力，它能硬解本地 8K 60帧 AV 视频、YouTube 8K 60帧 AV 视频流畅播放。原厂 NVMe 硬盘测试4400兆比每秒。入门的 PCIe 4.0x4 的存储读写能力 ，USB 4接口外接雷电硬盘盒3100兆比每秒，这是不错的 USB 4外接存储的性能。WiFi 测试 RZ616 WiFi 6E 无线网卡跑上了760兆 bps， 算是我的 WiFi 6无线网络环境中不错的水平。螃蟹 2.5G 网卡我们也使用了 IPv3 测试了内网性能，不论单线程上传下载还是多线程上传下载，都接近 2.35G， 跑满了带宽。极墨克 K12 装置8核16线程的 H255 CPU， 65瓦的性能释放。我们直接列表给大家看，整机最高功耗107瓦，待机最高功耗 9.5 瓦。按上面这些结果，120瓦的小电源能够搞定。室温25度的时候 ，CPU 待机温度37度 ，SSD 待机温度42度。这台小主机65瓦性能释放，单烤 FPU 满载的时候，机身噪音是54分贝左右，收回在耳边是接近46分贝。我们还设置均衡模式下54瓦性能释放的 FPU 单烤 ，CPU 最高温度81度 ，CPU 频率 4.1 G 赫兹。设置静音模式下45瓦性能释放 FPU 单烤 ，CPU 最高温度80度 ，CPU 频率 3.8 G 赫兹。极墨克 K12 迷你电脑装置了8核16线程的 H255 CPU， 65瓦的性能释放 ，CPU 多核性能在所有 780M 核显小主机中性能靠前，特别是它超过了自家的 K8 Plus 的 8845HS 和 K6 的 7840HS。这台小主机的接口是最完美的旗舰大满贯的水平，3个 NVMe 双 2.5G， 4个高刷显示接口。还有板载的可以外接独立显卡的 Oclink 接口 ，USB 4和 Type-C 接口都可以 PD 和 DP 显示信号一线通，这真的是强悍的超级大满贯接口。准系统预售价2099元，这价格也不贵。各方面来看，这是一台很优秀的性价比旗舰迷你电脑。总结一下，65瓦性能释放下，它是一台性能不错的AMD Ryzen 7核显小主机，散热优秀，静音稳定，有优秀的超级大满贯接口，接口和硬件功能性达到了迷你主机的顶级水平。这是一台设计做工、散热静音、接口和性能都优秀的小主机。目前预售的价格真不贵，是今年性价比旗舰级别的小主机很好的选择。我们对这台极墨克 H255 小主机给出强烈推荐的评价。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了，我是老白，谢谢大家的观看，再见。
转向。